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聊股价跌掉90%，亏损累积超过100亿元，曾经最强的新创公司 Gogoro 到底怎么了？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洁，欢迎雅洁。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雅洁。Gogoro 曾经是台湾的独角兽的热门人选之一啦，但是他最近的表现看起来蛮辛苦的。那我们当然先从一家公司的财报来检视一家公司的成绩单嘛。先请雅洁分享一下，说到底 Gogoro 这家公司的成绩单长什么样子？就是不好。你知道吗？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最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有多不好？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因为其实过去Gogoro 在股票没有上市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它实际的营运情况的。然后他们提出的都是很漂亮的销售数字，然后借由他们在2022年4月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前后后才开始有一些公开的资讯揭露。我们就大概把它从2021年，然后一直到今年2024年的上半年的财报的表现啊，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就发现就是说呢，它的营收的情况其实就是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据说他们内部估算，今年应该还是会亏掉1个亿的美元。光是第二季的部分，它的总营收年减大概7.2%，净损是2000多万美元。重点是它的毛利率只剩下5.2%，那这个数字不像一个新创公司的表现。对，这个数字比起去年同期还有15.2%。其实以新创事业来讲，前期的亏损这个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你在营业模式的调整当中，应该要设法能够让亏损减少。他们在今年8月15日还有在推出对今年全年度的最新的预测呢，他们的营收是大概3.2亿，比起他们年初的时候的营收，估计最高可以到4.2亿，其实当中又差了1亿美元。这样子的数字其实对比2023年是3.5亿美元，其实又是衰退的。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如果它营收没有起色，然后亏损就持续扩大，那我觉得对股价来说一定非常的这个辛苦。那我来念一下市场对 Gogoro 的表现怎么样。就是2022年的时候，它是4月份的时候上市，当时的股价是12.74美元，到2022年4月大概第三天，对，股价最高来到14.75美元。好，到现在呢，2024年9月份，请问现在股价剩下多少？我们刚刚查9月13号的收盘价是1美元整。可以想想看，如果相较于它2022年4月份的时候的挂牌价是12.74美元，投资人应该蛮心痛的吧？最痛的应该是大股东啦。大股东，对，尤其是我在跟他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说这大股东说起来是挺感人的，怎么亏怎么认，怎么认怎么套。大家想象过这是个独角兽公司，所以它的股东一字排开，应该相当的华丽。这个我也要请雅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第一笔资金是来自于润泰集团的殷业良总裁，然后因为这个团队是从宏达电出身，所以那个宏达电的董事长王雪红，他个人也有投资，然后再加上很多台湾本土的银行，当时也有投资这家公司。然后后来还有经过第2轮、第3轮的募资之后，我们的国发基金进去了。那国发基金前后，因为他后来在股票上市的时候又增资了一次，所以他国发基金总共大概投资3700万美元。那再来就是日本的部分呢，有 Panasonic 这家公司，当时大概是因为能源的关系嘛，然后还有住友商事，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淡马锡，美加的部分也有一些能源公司啊什么的都有投资。然后今年他还引进了就是英国石油的嘉实多控股。对，所以按理说这个能源产业是每个国家都非常看好的产业，它为什么会做成这样？2023年底的累积亏损已经到4.26亿美元哦，现在市值只剩下3.3亿美元。当时的独角兽现在去哪里了呢？变独角兽，另外一个角，没有，剩下一只脚。对，剩下一只脚。没有，我觉得是这样，财报的数字或者是营运的绩效其实都是结果。对，那其实一定是他
他们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有一些问题存在。雅洁帮我们步入正题啦，就是说会导致现在的结果，一定它是累积下来造成的这个数字结果嘛，哈。到底 Gogoro 做错什么事情吗？还是它的模式出现什么问题吗？我们在这次的采访当中，大家可以看到3个比较大的不对劲。好了，我们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很不清楚的。那我们知道陆学森他在创业一开始，然后还有他一直以来都是对大家说 Gogoro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机车销售公司，它是要做一个智慧能源公司。对，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希望是走能源服务的这一条路。但我也可以理解，当时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想说哦，对啦，因为能源感觉可以做全球嘛，但机车好像是只能局限在某些国家，像台湾这样子高度使用者的国家。对，我必须要说，就是他开创了这么一个换电的模式，这个换电的模式本身是 OK 的，是行得通，在市场上是可以被接受，但是它是需要相当的环境条件，例如它一定要一个封闭式环境，所以在中国大陆不行。对，因为你那个车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你那个换电站会到后来一定会断炊，所以它必须要在区域型就对了。对，所以台湾非常的合适，或者是一些 B2B 的情境，比如说像物流，它也许就是可以透过我只要一个场站可以换电，一次的换电就可以足够支援我那一天的里程，这种情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无论如何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你的机车的产销要达到一个相当的规模，和你的那个换电站的建制要达到一个满足点，然后才能带进足够的换电服务的收入。因为它的定义是能源公司嘛，对，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 base， 它才有办法做能源交换这件事情。你要达到一个满足点。对，我们知道现在开始微软在收费，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在大概 Win10、Win11 之后才开始收费。它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习惯使用它了。对，就是你有相当的用户建立起来之后，你才可能去建立一个长期的订阅制收入的现金流。我想他们的目标也是这样，可是就是想象太美好了，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产销的规划这一块是相当不严谨，我可以这么说。怎么说叫不严谨呢？因为像一开始他们推出的第一款车，如果有消费者记得的话，第一款车定价是超过10万块钱，大概12万块钱，这个对台湾市场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惊人。我们都知道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或全新的使用习惯的话，你一定让消费者第一个要可以突破对那个价格的恐惧，所以应该要降低进入门槛吗？是，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在对消费者挑战之后市场炸锅，然后他们才推出了后面就是比较低价的版本，所以才开始就是走下神坛，可以这样讲，走下神坛就是步入生活了这样。对。另外一方面还有资费的问题啊，除非你是外送服务的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整体使用起来它没有比油车便宜，就算一个月200块，但是其实你机车加一次油200块可以跑好久。对，所以这个东西都造成它在扩张上面的困难点啦。关键点就是说它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是要卖机车还是要做能源交换公司，但有 A 才有 B 啦，机车要卖的够多才有办法做能源交换嘛。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相互达到一个黄金交叉。对，长期以来它的换电收入最高到目前为止只有达到40%，那一般大家都只有30%多。那意思是说它其实营收主要来源其实还是来自于卖机车啦。对，而且我还记得其实因为 Gogoro 是电动车嘛，其实政府补助也蛮多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政府也帮了蛮大的力量，希望帮大家做能源转型。我觉得它也算是受惠的公司之一啊。的确是，所以它在2017年的时候销售达到了巅峰，那个时候一年卖了大概将近15万台，整个机车市场油电混合这样算，它的市占也超过10%以上。但重点是说亚洲市场大概只有台湾啦，或者是越南、菲律宾，东南亚市场可能局部是可以的，是机车需求大的。到欧美其实相对需求不是那么强，所以它要再往上游做换电，我觉得就更困难了。这个故事要说给欧美人听，我觉得说服力稍差了一些哈，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哦。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也花了蛮大的力气在做国际的计划。对，那这个就要讲到第二点，是他在这个做海外扩张的布局是相当积极的，但是他跟他的财务计划是不匹配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营运现金流都是负的，对。然后只要是做能源啦，都一定是重资本，你很难是轻资产。你那换电站也不是盖了一次就算了，那电池是会耗损的，对。而且换电站呢，你会随着机车量的增加，你还要不断的再去增加你的换电站的规模，对啊，密度够大家才会想用啊。对，所以他们一年其实都要花超过1
1亿美元在做换电站的投资上面，这个资本支出也蛮高的。是，所以他们每年营运成本就算了，然后营收才3亿多，然后就要花1亿多是在这个固定的设备投资上面。他们其实资金本来就是属于卡得蛮紧的，可是他们又一直想要再去国外拓展。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有列出来，就是他曾经最早去过欧洲，一起做一个共享机车的计划，这计划也在2019年停了，然后后来又说要去以色列，又说要去好几个国家都有。最新的一个计划是在2023年宣布他们要去印度做一个8年15亿美元的投资。印度很难做啊。是，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最难做的市场。那虽然他们是觉得说啊信心满满，因为他们拿到了印度的那一个省叫做马特拉斯特拉省的一个超级计划的补助，是说他们是可以拿到那个补助的，但是那个补助其实还是在一个 MOU 的状态。然后而且那个省呢，它的确是印度推动电动车数一数二积极的省，但是它也是外资竞争最激烈的省。所以其实非常多的企业都要到那里去做相关的能源投资，然后更不要说印度一个本地很大的钢铁集团才刚在那里盖了一个50亿美元的电池厂。对，所以你说 Gogoro他要怎么样去拿到这一笔政府补助，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迟疑。对，那所以他就是投资很多，但现金流看起来是有点吃紧的啦。然后不断的做国际扩张的同时，我觉得要看看到底能够拿多少补贴，或者是到底能不能够站稳市场，这件事情应该很重要啊。对，他也开始有说他的国际计划会有一些修正啦，只是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修正的成果，因为他就是都没有拿出数字来告诉我们对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是，那还有第三个我们觉得有点问题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这个筹资模式也相当奇特。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已经是一个烧钱烧得很厉害的公司，不管是为了要继续营运或者是为了要海外扩张，它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也应该才是它要上市的目的。没错。但是事实上它上市以来呢，它周转率都很低，然后它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靠大股东的私募。今年以来就是宣布尹衍梁先生他又透过他的投资公司嘛，又投了5000万美元。再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嘉实多控股，他目前已经公告的是确定有2500万美元，接下来还会有第二阶段再2500万美元。这种集资的方式其实应该是比较是新创公司在做的，因为你去美国挂牌其实是要付钱的呢。对，然后而且成本是不低的，然后你没有想办法造势，就是让投资人觉得说我应该要来投资你，而是一直去找大股东要钱。对，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股东就是怎么认怎么套，然后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想要走，这个一定对股价就是非常大的冲击。对，不过因为他业绩不好了，这筹资能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恶性循环。对，但是事实上你看像 Tesla，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它也是上市之后大概4-5年以后才开始有单季获利。对，但是在这当中呢，我觉得它的营运目标就很明确。对，然后而且它提出的数字都很透明，法人都算得出来它在什么时候卖多少车是可以赚到多少钱的。跟 Tesla 真的有一点相似，就是 Tesla 跟Gogoro 都是全新的只有电动车的车款，他们都非常依赖使用者的信仰。对对 ，Gogoro 也是，是。但是 Tesla 的信仰值真的就是非常的高。对，你就算那个车子出了问题，大家也都笑笑就算了。对，但是 Gogoro 呢，它就是变成说，它其实因为使用者一直增加，但是它的客诉不满的程度也变成是在累积的，也跟着增加，对，这样就真的比较麻烦。对，就会造成就是说，对一个恶性循环。了解。其实最近大家讨论蛮多的嘛，就是它这个 Gogoro 国产化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高？因为它有政府的补助，这个部分现在是正在进入调查中了，所以我们就不多做评论。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一路走来，看起来从经营模式跟争议看起来都并没有少哈。所以其实大概最近应该有一些经营阶层的调整了，就是说大股东应该也看不下去了，要出手来处理了。他们怎么做？我们就从那个因为零件不是采用台湾产制的，以至于造成补贴停止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对，就是有一些消费者就是买了车结果没有办法领到补助，这个争议其实已经烧了蛮长一段时间。据说蛮早润泰集团就开始介入这个危机处理了，因为润泰是最大股东嘛，对不对？对，我们其实这一次算过，在台面上呢，光是尹衍梁先生他 GoSino 这一家投资公司呢，就持股超过30%了，然后再加上他其他的投资公司是看不到的，然后
后另外还有就是富华投信，这也是尹先生的企业。尹先生的长子就是现在南山人寿的董事长尹崇尧先生，对，他本身也有超过 4% 的持股。那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尹家可控制的股权绝对在 50% 上下。哦，是，所以他一定会开始调整吧，因为毕竟尹衍梁在经营上面很有自己的想法啊。对，他当时支持新创是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啊，为了台湾好。对，我觉得毕竟是生意人，他也知道就是说不能任由这个公司这样继续。我们在9月13号的时候，就是突然的也接到了通知，陆学森创办人他就辞去了Gogoro 的董事长和执行长的职位，然后现在就是董事长就是由润成控股，也就是润泰集团里面很重要的大将曾达梦先生来担任 Gogoro 的董事长。执行长的话呢，目前就是由 Gogoro 的台湾区总经理江家伟来代理。所以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个新的 Gogoro 重新调整它的经营模式跟经营步伐再出发吗？我觉得一定会，它的高层异动的非常严重，几乎当时的创业团队呢留下的人已经不多了。那我觉得整个团队一定都会再调整，包括陆学森离职之后，我觉得都可能还会再有其他人的离职，这异动这样子。对，过去尹衍梁他是只出钱啦，那现在既然他已经正式的派人进到董事会，我觉得他这里面可能可以看到更多润泰集团的色彩，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啦。因为我觉得在近零碳排的趋势下面，电动机车还是一个大势所趋，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只是说各家业者要怎么样经营的模式能够长期的进入良性循环，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要让尹总裁好好的伤脑筋一番了这样子。是，但我们还是很乐见台湾公司可以透过比较好的调整慢慢步上正轨了，我们就祝福 Gogoro。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06集里面独家直击台积电德国厂动土能否挽救德国汽车产业里面的留言。放牛大叔他说，台湾正以实力累积走上科技强国的顶端，德国厂只是 TSMC 的一个环节，欧洲的科技未来甚至全球的希望将会受到台湾强势拉动科技的野心出现正向发展。对，台积电不论去任何地方都改变那个地方的生态，是台湾都正向发展，都正向发展。好，第二位财团好朋友是 Hanson 黄，他说只要欧美还存在劳权，台积电基本上就会适应不良。哦，那也不一定哦。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同事就宏达去采访的时候，有一并问到美国厂的情况，就上轨道的这个运作效率比想象中还要好。对，所以我觉得事在人为啦哈。台积电我们要相信它。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宏达它其实也有提到啊，就是因为欧洲的劳工法规的问题，台积电会出现它全球第一个工会。大家知道有了工会的产业呢，基本上之后在劳资协商上就会比较多的程序需要进行。没错，不过这就是国际化的一步嘛，这代表说台湾企业的升级，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挑战。Kevin Hart 他说，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到底何种能胜出尚无定论，但是两种车的优缺点在近5年的市场验证已能清楚显现。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我接触车业或者是能源产业这么久啊，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只有一个答案。对，就是其实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不同的市场，它都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解决方案。所以从事相关产业的这些企业来讲，这些厂商，我觉得你就是要很清楚你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你要为什么人提供什么产品。我觉得雅洁说的蛮好，以后是一个能源多元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啦哈，所以定位真的非常重要哈，所以就回到 Gogoro 的问题啦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雅洁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